这个女人生命危在旦夕。果真不一会，医生着急地问丈夫：“现在是保大人呢，还是保孩子？”面对这样的选择题，丈夫无从回答。最终，妻子做出牺牲自己保护了他们的孩子选择。临终前，妻子祈求丈夫把孩子养大。女儿虽安全地出生了，但作为父亲，他没有任何带孩子的经验。孩子经常饿得呱呱大哭，源自父亲是大学教师职业，孩子太小，幼儿园不收，保姆不带的缘故。他无奈找到邻居家的大妈，请求白天我上课你帮忙抱抱，下课我抱回去。最后从父亲口中得知女孩叫盼盼，期盼着快快长大。为了照顾孩子，父亲经常夜不能寐。在这天，大妈来到，发现孩子流鼻血，摸摸额头已发高烧，他们冒雨拼命往医院赶。在医生经过详细检查，令他们意外大惊，盼盼的是血液病。盼盼从骨髓造出来的血成病态，在现在的医学科技上仍措手无措，只能靠着输血维持生命，但最终结果也维持不了多久的。得知这消息，父亲根本无法相信，但他想起临终前妻子的恳求，他必须把女儿养大。自此，经常在医院的收费窗口见到她的踪影。幸运的是，有一个护士对盼盼尤其好，可是1个月就要输2、3次的血，很快掏空父亲全部积蓄。他看着唯有值钱的金戒指，那是他与妻子的定情信物；家具是他们结婚的纪念品。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他伤心来到街上，用牌子写上几行字。百姓们见状，很快买空他的家具，这才有了钱输血。盼盼醒了过来，在这天，父亲吃着泡面中，突然想起女儿又要输血了，他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，可都是1块和5毛1毛的零钱呢。此时他看到家里的全家账，顿时心中有个想法，他请求大妈帮忙照顾一下盼盼，我要出门几天。临走时，把家中不舍得吃的水果罐头和1袋水果装进包里。刚出门，护士小梅就来了，他们这才知道盼盼又准备输血了，父亲准是出门筹钱了。在空余时间，小梅耐心地教导盼盼学习写字，去幼儿园接送盼盼，甚至用自己工资帮他交住院费。这边的父亲经过长途跋涉，他来到弟弟家，几人交谈中，这才知道弟弟在建房的时候，妻子给他弟弟寄回去了8000块，现在还欠下几千块外债呢。父亲知道了弟弟家的不易，不但没有告知自己困难，还拿出1包零钱出来，把路费拿了全部交给他父亲。为了赚钱，父亲到车站卖矿泉水，谁知道遇到小梅坐车，小梅立即下车一同帮父亲卖。回家后才知道小偷把钱偷了。在课堂上，学生们知道了高老师的情况，他们把自己的零花钱全部交给老师，可父亲岂会收呢？最终孩子们异口同声大喊着：父亲被孩子们的行为深深感动，在黑板上深深写上谢谢同学们。经过时间的流逝，在小梅的照顾下，盼盼慢慢的成长。在这天，女儿问起自己妈妈在哪里，父亲表示妈妈在天国，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说着说着，父亲哭了，而盼盼小根本不知道天国的意思，他天真的给妈妈写信，他希望妈妈回来帮助父亲，不想看着父亲这么辛苦。写完，他正想去寄信的时候，被护士小梅发现。小梅默默地说着：我帮你给妈妈寄信吧。很快意外又发生了，小梅来叫盼盼起床，发现昏迷不醒，医生告知她的状态已经越来越不好了。盼盼的血液不可能是一个人的，自此她体中产生多种抗体，现在到了盼盼血液病后期，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，只能抽亲生父亲的血了。可这些年，父亲为了筹钱治女儿病，早已经虚弱不堪，但为了女儿，他做什么也愿意。挣扎在死亡线上，必须立即输血。最终，盼盼再一次从鬼门关回来了。在这天，盼盼见到自己病友被父亲留下1封信就离开，因为他父母早已经山穷水尽，实在没能力延续他的生命。看到这幕，盼盼着急地回到家找到父亲，父亲立即安慰女儿：你是爸爸的命根子，爸爸时刻惦记着你，怎么会不要你呢？由于今天盼盼的情绪不稳定，父亲恳求小梅留下来陪盼盼。在半夜，父亲看到小梅搂着女儿入睡，顿时间脑海中想起这才像个家呀。可长期的输血，在这天中，父亲在课堂中晕倒了，坏消息也随即而来，不但身体虚弱，从讲台上摔得很重，脊椎粉碎性骨折，可能一辈子与轮椅为伴了。父亲原本与女儿相依为命的，现成了苦病相怜。幸亏小梅默默地照顾着他，但父亲不想耽误小梅的人生。可在这几年时间的相处中，小梅早已经深深爱上父亲。很快，盼盼又倒地昏迷不醒，他们即刻送往医院抢救。最终，医生告知，只要把新生婴儿的血配对，成功的话就能痊愈，不然就随时没命。这下子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治了。在经过多小时的手术，多天后，盼盼终于在无菌的病房中醒来。但虽免去住院费，但后续还要半年的药物治疗30多万，这就也成了他们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医生的话语说完，我们家还有3万多元的存款，另外我把这些年积攒的嫁妆全都卖了，我们
把奖学金全部上交。是啊，我这里还有2万块钱的存款，把这些钱加在一块儿，也不过7万块钱。父亲的学生们纷纷出谋划策，他们建议联系各大电视台、广播电台采访。盼盼把自己亲身经历说了出来，短时间多地区发起筹款。在农村的弟弟知道此事，也来到父亲身边，把还没长大的羊卖了，筹了1万块。最终各界捐款总计180万元。父亲将医药费以外的所有款项全部捐赠给各大医院，作为治疗其他血液病的基金。父爱如山，父爱如灯，呵护着我们，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。愿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好好孝顺父母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不然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